本节目由拍照就能赚，拍得多赚得多的闲鱼独家冠名播出。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。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。我是真的觉得特别好，整个的就是节奏，就是感觉是非常非常老练的。应该是吗？很稳，对，很稳的，很老练。听那念佛经好多年了，这人肯定稳啊。你这个段子很多年前我就听到别的人跟我讲，有一个叫吴鼎的演员讲一个，我是第一次听说念佛机，就是因为别人说哇他讲那个段子太好笑了，但我具体我不知道是什么段子，但我已经听过别人说吴鼎的段子很好笑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对我当时都想带货去了。哎，我有人演出，好多观众说我也想买一个，我说可以可以。哎，吴鼎，据说你有心愿呀？因为我很喜欢周老板啊。我人生第一次看脱口秀线下演出就是看的周老板，当时就很喜欢他，他是我的脱口秀启蒙，所以就希望能得到周老板的认可。怎么个认可？因为周老板是天花板嘛，对吧？我吴鼎嘛。对。哦，这么个哦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要说什么？我让周老板说一句：吴鼎的喜剧能力在我之上啊。哎，我觉得他能说这种话了，你要跟他说，你是不是好久没拉臭臭了？给自个儿憋成这样了，脑子都不清醒了吗？满脑都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今天就打算满足吴鼎这个愿望。哎呦，谢谢。对着电视机前、屏幕前的观众说，吴鼎的喜剧能力远在我之上，天花板上板。你以为是个好事情啊？以后吴鼎你去演出，别人介绍你都这么介绍。吴鼎，哎，周老板大家知道吧？哎，好笑吧？吴鼎比他好笑100倍。然后有请吴鼎。你也真的很坏了。哎呀，你就演去吧。理解他的痛苦。我们只限这个节目啊。行，感谢吴鼎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。谢谢大家，拜。谢谢吴鼎。为什么想要参加这个节目？找一个新的尝试吧。比赛我是真比不明白。加油！之前也上了2年综艺嘛，其实效果我个人觉得非常差，因为比赛那个高压环境下我太容易变形了，就是想换个形式嘛，看看这种就比较放松嘛，没有那么大压力。风雪压我2、3年，他不能再压我2、3年吧。接下来这位演员他非常的美味，因为他的名字叫做鸡翅。Chicken wing wing wing。Hello， 你们好吗？我是鸡翅。Hello， 朋友们。其实我去年我也参加了那个企鹅那边那个脱口秀节目，我跟吴鼎一块去的，也一块来了。没想到今天啊，跟吴鼎一块在这还能看见大张伟老师啊！活真多呀！去年淘汰之后，我们痛定思痛，我悟出了一个道理，就我觉得人呢就不必太在乎结果，只要享受过程就好了。我做人也是这样的。你们可能没有看出来，我其实已经健身2年半了。对，我的健身成果也可以说是毫无进展吧，反正就。哎，有时候我觉得我这种身材还挺常见的，我这个就是男人的经典款皮肤，就肚子大大，但四肢纤细，我们长得跟蟑螂一样。我第一次去健身房，我真的啥都举不起来，我只能在那个跑步机上肆意的奔跑。你离远一看就是蟑螂疯了。然后后面永远有那种私教大哥，每个大哥都要穿一件紧身衣，吹弹可破，晶莹剔透，就像一只大蚊子。很快蚊子就发现了蟑螂，扇着翅膀就过来了，悄悄走到我后面就那种。健身房的私教就是这样，就没什么边界感，但就是喜欢乐于助人，你知道。我第一次去我也没经验嘛，我想玩那个深蹲，我就背了一杆铁，我刚一蹲下来啊，就有一双温暖的大手包裹住了我的臀部。后面有个很 man 的男生给我来一句，他说：“兄弟，让我来帮你感受臀部的发力。”
我说，哎，我的臀部，哦，你来感受。那我感受什么呢？你掌心的温度。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这么多年，第一次感受到背后有人给我兜底，蛮奇怪的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我也有体验过那种私教课那种体验班，真的体验非常不好，太燃了，训狗一样训我。每个教练看见我就 Come on good boy， 我在旁边累的。体验完就让我办那个课，那个课真贵啊，最便宜的私教课也200-300块钱一节，我就很烦那种健身房那种大哥，每天就催着我们办课报班，每个人都有那种励志的口号。你们有没有听过那种，就是我一不办课不办班，那个教练就催我说，哎，你难道不想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？我说我想，但也太贵了，对吧？我觉得这个时代很奇怪，好像非逼着我们变好，对吧？但其实变好其实很奇怪，就变好你一定要花钱健身，花钱学语言，花钱学乐器，就为什么变好一定要花钱？老实讲，我现在在变好的同时，我也变穷了。我今天可以说是又好又穷，我好穷。但我也绕进去这条弯路了。我报过私教课，我健身2年半，我在私教上花了1万块钱。练成这个样子，我有时候觉得就健身没有必要找私教课。我健身2年半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接受了不完美的自己。我觉得就是胖胖的也挺好，多少人想胖还胖不起来呢？胖点好，我觉得没有必要活在那种世俗对你的那种常规审美规训里，非要你腹肌胸肌就这么昂扬挺胸的干嘛？对吧？我算是悟了，朋友们，我感悟了。我健身2年半。我就是来练这个圆肩驼背的，我故意的，我觉得这个好看，就是我们专攻的方向不一样而已，你知道吗？你6块腹肌又如何？我斜方肌也很大，对吧？你们审美不要这么单一啊！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，对吧？就斜斜的，而且很方便工作。你练得这么精神，你坐在工位里，我是老板，我都想 PUA 你，你看起来太能扛了。但你想一下，我就这样坐在工位里，我上班跟上吊一样，我老板觉得我今晚就得死，法人都转给我，太棒了！就是这样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对吧？就不要对这个社会的这些审美规训有这么大那啥。就最近1年，我已经没有碰过健身教练了，我戒了，我现在做的所有动作都是错。但我的人生掌握在自己手里，真的，我所有动作全是错，我斜方肌越来越斜。我有一天早上照镜子，我以为毒液来了。别练了，朋友们，真的，我就很烦。我感觉这个时代好像有一种自律霸凌，你知道吧？每个人都告诉你，你得变好，你得变好，所有教练都告诉你，你得变好，对吧？那些健身博主还每天说，哎，我在变好，我每天都在吃草，我很自律。有没有可能因为你不用上班？你不用上班，你当然可以每天吃草，对吧？我们这些上班的牛马，我们每天坐在工位，嘴里也是草，全是草。我们那个项目就是草草了事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有时候我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，我也能理解那些教练，因为我发现教练大哥也在上班，他们也在工作，他们那么浮夸，不过是工作的一部分，都是牛马。只不过我下班的时候他上班，是一匹下班马碰上一匹上班马。我们没得选的，我们在这个局里就是只能跟着规矩走，对吧？你去问象棋里那只马，你去问他下一步怎么走，马能怎么跟你说？你下过棋就知道，只能走。在这等着呢。这是我们马的所有规则了，对吧？哎，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这样的，就局就是一步一步的下，我们都是棋子而已。这可能就是资本给我们做的局。谢谢你们，我是鸡翅，感谢。来抱抱抱！感谢。帮大哥们鸡翅再次掌声鼓励。谢谢。鸡翅。